欢迎来到真假神操作第17期。我们将检验网络上的神操作能否做到。如果原视频是用魔术手法剪辑出来的，我们会揭开背后的拍摄手法，并制作一份模仿品。本期时间线如下。进入正片。不知您是否听说过这种说法啊？不啊！大 A 是人机名字，为什么那么像玩家的名字呢？因为系统会把很久没有玩游戏的玩家账号开去当人机。还有第二种说法，系统并不是用玩家账号去当人机，仅仅是盗用玩家的昵称给人机罢了。如果上述说法是真的，那么我们搜索人机的名字就能搜出玩家，可事实上又搜不出来，所以我把这种传闻呢视为营销号编造的故事。最近呢，我又看到了一条视频，这回是关于吃鸡手游2的。第一个神操作就来喽！人机竟然可以被搜索到，给 ID 之后进行搜索，搜索结果意料之中，朝了此人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2位人机。这次出乎意料，竟然搜索出来了，但是这位人机没有任何参赛数据。在吃鸡手游2里面，输入人机名字，在好友系统里真能搜出玩家。这个神操作等于在说人机盗用玩家的昵称嘛？屏幕前的各位不妨来猜猜看，这回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认为是真的扣1，认为是假的扣2。我说说我看法，我认为是假的。原作者为什么那么笃定被打死的敌人是人机呢？他刚进房门就被你杀了呀，对面并没有表现出人机特征呀。有可能是有啊，但作者没剪进去。我已经打完2局单4排了，开始搜人，搜不到，搜不到。明知道没有钱的人能被搜到？回放看看他是不是人机。打我伤害极低哦，被击倒后会自尽，不给我救的机会。确实是人机啊！但经过提醒，人机的梅是繁体字，而我搜的梅是简体字，重新搜索搜不到人机。接下来的测试结果也是一致的，搜索不到人机，要么呢就是人机是繁体字，改为简体字版本之后呢，就能搜到对应的玩家。所以我有个大胆的猜想啊，官方是不是至少使用了简繁互换这种方式，把玩家昵称给人机使用呢？让我们到下一个环节，不知你们是否看过显微镜玩游戏的文章？比如和平精，玩家用显微镜自制1000倍镜，这种外挂光子表示不敢封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和平精用显微镜当1000倍镜玩游戏，物理外挂。另外一篇还有玩家用显微镜玩吃鸡，直接成为枪神，为何最后后悔不已？玩家用显微镜玩吃鸡，在500倍的放大倍数下，屏幕的像素点清晰可见。如果游戏中很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像素点发生了变化，玩家就能直接将这个像素点击中。我与阁下无冤无仇，阁下为何要把我当傻子？另外他都成为像素点级别的枪神了，不去打职业，在这后悔什么呢？原来是手机被家长没收了。重生之我是电竞枪神第1章，手机被没收完结。我也看过类似的视频，娱乐搞笑的。说实话，我不是很相信用显微镜能玩吃鸡，我只是很好奇通过显微镜看到的画面是怎么样的。在网上我也没有搜索到显微镜观察的画面，这个就把我好奇死了。我猜有2种可能嘛，一种是全黑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无法观测到任何东西；另外一种呢是画面被暴力放大，像现在一样满屏糊糊的。我倾向于后者了。于是我弄来了一个显微镜。我选择了最小倍数40倍，这也是主流的显微镜能凑成的最小倍数。把观察的手机放入载物台，再安装显微镜手机支架，让另外一台手机拍摄成像画面。待会我们观察手机就能知道显微镜视角了。离谱啊，跟我想的截然不同。仅仅是40倍，别说是像素了，我直接能看到组成颜色的红绿蓝3原色了。还是能勉强看到字体的字体是水平镜像的。刚才的文章不是说500倍能看到一个像素点的变动吗？让我们切换到400倍。离大谱啦！原来作者的观点还保守了。如果说刚才的3原色是紧紧的挨在一起，现在我能看到3原色的间隙了。不是还有个1000倍当物理外挂光子不敢封的吗？那我们试试最接近的800倍，真的跟观察细胞似的。你放大那么多倍能打死敌人，那光子确实不敢封你。但凡刚才那些写文章的老哥在写文章之前亲自试验一波，都不可能写出如此离谱的文章。毕竟游戏里面的放大是看到远距离外面的敌人，而这个显微镜放大是把你眼前的东西强行放大了。看完2个吃鸡神操作，让我们中场休息一下，看一个非吃鸡的神操作。伍子棋3步必胜下法，看好了，不用我说开局直接下天元，我们只要3步，看他第2个白子怎么下。好的，咱们下这里，大家帮我研究一下，我这个阵法应该叫什么好？然后下这里，神之一手4-3抬走。
播放量破700万的伍子棋3步必胜下法，真的必胜吗？我已经准备好学会这招去装叉了。那么先按照3步必胜法的起步，我把黑子、白子都摆好哈。摆完之后啊，现在 AI 可以操控白子了。我不是吧？这个 AI 开局就不像视频一样连3子，而是预判并封死了我的下一步。随后我又试了 N 次 ，AI 不仅守住了我的3步必胜法，他还赢了。看完了小白 vs 大神 AI 后，我们来看看 AI 自己打自己啊。经过我10局的测试呢，只要先按视频的3步必胜法摆棋谱，结果都是黑子必胜。于是我再简化，惊讶的发现黑子先走2步也必胜。那如果再简化呢？黑子先走1步，也就是说只要先手就行了。答案也是必胜。原来伍子棋无进手等平衡规则的话呢，黑子先手就是必胜的。让我们看下一个神操作。我说这哪边才是安全区啊？我操，懵了，我去，哪边是？可能不少观众已经看过类似的神操作视频了。大意是蒙圈了，那究竟哪里才是安全区啊？怎么左右两边都不扣血的？类似的视频呢，每年都能看到一堆人发。曾经看到过的，可以在公屏上扣看到。屏幕里面有观众怀疑是断网，又或者是自定义。原作者则说是防毒面具的原因。那显然不可能啊，防毒面具又不防毒圈，因为毒圈本质是电网嘛。我认为它是断网了。但我实测拔网线会立刻弹出网络延迟检测，我在想是不是他那个时候断网不会弹这个提示哦。于是找到了同样年份的视频，发现断网了几秒后也会弹出延迟提示，所以原片也不是断网啊。我还检查了血条，血条是半透明的，可以看到背后的手，没有 P 图的痕迹。那难道是最简单的方法？你认为哪边是毒圈，哪边是安全区？其实原理很简单的，只是很多人没有反应过来而已。只要我们的身体有一小部分在安全区里，我们都不会扣血。但是原片呢又属于升级版哦。原作者虽然也在毒圈来回蹭，但他的身体根本就没有进安全区里面啊。于是我又在想啊，会不会是以前毒圈判定比现在宽松一些呢？搜索了很久，很庆幸找到了当时4小天河分享的视频。原来在当时啊，只要不超过安全区的2个身位，都不会被判定成进毒圈，不会扣血的哦。所以原片是真的，但是原因不是像作者说的那样是防毒面具的功劳。让我们看第5个神操作啊，非吃鸡，但同样特别有意思。让我们看原片。没错，在这个游戏里，你只需要输入英语，就能创造对应物品，堪称作弊。如果你的词汇量足够丰富，创造一切不什么。我不信，英语就能会说日吧？看好，输入 huge 就可以把图变大。你以为就这个时候，我再输入 huge wings 就可以给刚刚变大的猪装上翅膀？按博主说法，你输入什么它就能出什么。这游戏你完全可以理解为神笔马良啊。说实话我不信，程序员得在游戏里面加入多少个模型啊？这工作量可能超越3A 大作了吧？游戏名涂鸦冒险家，这游戏看起来只是个益智游戏罢了，看起来根本就不可信。让我们来检验一下。说实话，他能把10%的英文词汇塞进游戏里面，都算厉害了。我先不难为他，我从小学单词表里面精选了22个名词，光是一个教室你都造不出来啦。太阳，太阳你给我变一个出来。进游戏实测，居然是华纳兄弟的游戏，财大气粗啊。我很快测试了一遍22个精选小学词汇，令我惊讶的是，只有2个单词吉普的吉普车和 Walkman， 也就是随身听造不出来，其余20个单词全都能造。测试的时候我全程惊讶了，首先是比我想象中的词汇量还要多得多，甚至猝不及防的脑动词都能给你造出来，比如 wife 老婆等等，就把老婆召唤出来了。严格来说，她不是主角的老婆，她仅仅是已婚女性啊，丈夫呢不知道是谁。我们可以召唤别人的老婆。我发现程序员不单单是加入物品模型那么简单，物品本身还具有自己的特性，比如大象可以骑，可以用技能撞断树；风扇可以把人吹起来；电器掉水里面会漏电，把人电死。不仅游戏里的词汇量特别丰富，创意工坊还提供了117000个词汇模组。之前提到的吉普能在创意工坊里面下载到，但 Walkman 也就是随身听依然搜索不到，所以称它所有的词语都能造出来，显然是不对的嘛。下一个环节，公布1周年特别篇里面留下的问题。让我们先看当时原片。手机喷水的答案是一镜到底，水是旁边的小伙伴水枪喷出来的。基础原理是我们用空白背景将拿水枪的小伙伴挡住了。当然，该视频涉及到了进阶原理。众所周知呢，移动中的镜头是很难用空白背景遮挡的，像这样挡不住的。所以一些观众才会觉得我们不是一镜到底，我们是剪辑过的。
其实啊，我们前面是真的手持，故意摇晃拍摄，等需要 P 图的时候呢，我们相机已经放好在地上了。此时的画面晃动是后期软件加上去的，所以全程是已经到底的哦。如果你喜欢阿贝的真假神操作系列，不妨长按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哟。如果你有想检验的吃鸡或者其他游戏的神操作，欢迎私信投稿给我哟。感谢您观看，我们评论区见。